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订阅。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一、003航母和福特号航母相比如何？战力依旧不及后者，差距仍有10年。二、003爆出惊天秘闻，机库内部尖端科技被曝光，美海军司令得知后几近崩溃。现阶段，我国第2艘国产航母003已经完成了大部分主体的建造计划，舰岛和甲板也相继安装完毕，预计会在今年年底结束整体的建造任务。虽然003航母只是一艘采用常规动力的大型航母，吨位仅领先山东号和辽宁号航母2万多吨的规模，但是这艘新型航母的整体作战性能却要领先山东号与辽宁舰号航母。如果非要拿一艘现役航母与其进行对比的话，那么也只有美国海军前段时间才服役的福特号航母才可以进行比较。当然，关于两者之间的作战性能对比，外界也都有自己的观点。有人认为003航母已经可以同福特号相媲美，也有人认为003航母依然和福特号航母有较大的差距。我国此前以前苏联建造的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为基础，改造了辽宁号航母和重新设计了山东号航母，但是这2艘中型航母更多还只是解决了我国航母的有无问题，航母整体设计思路和性能已经落后一流水平太远了，因此就需要新型航母003的出现了。与之前服役的2艘老旧航母相比，003航母吨位更大，并且装备性能也更加先进，足以让我国的海军整体实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但即使是这样，对比美国福特号航母服役，依然还是有明显的差距。虽然福特号航母从2017年下水服役至今小问题不断，但是作为一艘超级核动力航母，福特号航母毫无疑问仍然还是世界最强的航空母舰，没有之一。首先，根据国外军事专家评估，003航母的整体满载排水量应该超过了8万吨，有可能会达到9万吨的水平，但是距离10万吨的级别仍然还有差距。可别小看这1到2万吨的差距，要知道吨位越大，意味着航母的体积也就越大，甲板面积、内部机库和装甲防护也都会更强。福特号航母因为采用了 A1B 核动力反应堆作为动力输出系统，所以其甲板下方的空间内不需要很大的空间作为动力系统和燃料的存放处，则可以容纳更多的飞机燃料、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等，具备长时间高强度作战的能力。相反，003航母作为一艘常规动力航母，在续航能力和自持力上无法同福特号航母相媲美是正常的，高强度作战的时间差距明显也在所难免。其次，003航母与福特号航母一样，都采用了新一代电磁弹射器，而非传统的蒸汽弹射器。虽然美国福特号航母在电磁弹射器的项目频繁出现各种小问题，服役进度迟迟无法加快，但是这也并不妨碍福特号航母在舰载机放飞率上对003航母的领先。美国航母上安装弹射器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了，拥有了大量的使用经验，而截止到目前，我国只是在地面进行了弹射器的实验测试，并没有在航母甲板上进行舰载机的弹射实验。要知道，地面弹射和航母甲板上弹射存在明显的区别，后者需要考虑到海面风浪和甲板舰载机排序的问题。最关键的是，003航母甲板上只有3套电磁弹射器，而福特号航母上拥有4套电磁弹射器，在弹射效率和稳定性上，003航母还有待时间检验。最后就是固定翼舰载战斗机，目前美国福特号航母甲板上已经确定将会搭载 FA-18EF 和 F-35C 2款固定翼舰载战斗机来执行作战任务，而003航母甲板上出现的应该会是歼15舰载战斗机。如果说面对 FA-18EF 超级大黄蜂，歼15舰载机具备不小的优势，毕竟后者作为一款制空重型战斗机，在近程格斗和超视距打击上具备明显的优势，但是也不能轻易认定歼15可以轻松击败 FA-18EF， 更别说更先进的5代隐形舰载机 F-35C。在面对 F-35C 的时候，歼15舰载机没有任何优势，相反还处于绝对的劣势。哪怕 F-35C 采用单发射击，无法进行超音速巡航，但是在空战中也可以轻松将歼15击败。更不用说在 E-2D 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的加持下，差距还会更加明显。总体而言，003型航母在整体作战性能上要比福特号航母逊色不少，从弹射器以及升降机数量上的差距将会直接导致固定
定翼舰载战斗机放飞率的差距，最终导致舰载机的整体作战效率无法达到预期水平。考虑到在福特号航母服役之前，美国就已经装备了10艘10万吨级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因此福特号航母拥有如此强大的作战性能，也并不没有太大的意外。而003航母则是完全在从无到有的基础上独立研制而来，在性能水平上落后10年，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如果说003航母可以让我国在短时间掌握现代化航母的使用和设计经验，那么在未来几年之内，我国完全有能力去研制一款作战性能媲美于福特号的超级航母。近段时间，我国新型国防装备不断被曝光，各种装备的出现也让外界感受到我国国防力量建设的明显提速。而就在最近，社交媒体上流传出了我国003型航母的最新图片，而这些图片也预示着003型航母正在迎来关键时刻。综合日前社交媒体上流传出来的图片显示，原本江南造船厂用于遮挡003型航母建造进度的围栏，随着003型航母的建造进度推进，已经近乎失效了。从流传的图片来看，航空母舰中的一个关键性区域航母机库已经出现了十分显眼的位置，而这一幕也是003型航母机库断体首次被外界观察到。总的来说，因为采用总断法的建造模式，我国003型航母的建造进度可以说是目前我国航母建造速度中最快的一个了。尽管在2020年初因为疫情问题工期出现了延误，但是整体建造速度却没有因此而下滑，反而在后续的几个月里反超了项目进度。这一点也让外界颇为感慨。有观察人士认为，目前的003型航母的建造工作已经迎来了关键性时刻，未来几个月将会很重要。一旦机库分段搭建完成，那么水线以上的部分将很快就可以建造完成，下水时间恐怕就在今年中旬了。而下水之后的西装、舰岛安装、各类设施的安装等等，加上海试等等，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大概率会超出山东舰的海试时间。之所以建造上更快，海试上更慢，就是基于新航母上的一系列应用技术，首当其冲的就是电磁弹射装置了。电磁弹射在陆基经过漫长测试，我军愿意用到航母上，那肯定是已经处于或者说趋于成熟状态。但海上环境和陆地环境不同，是否会产生微妙变化，这也是我军必须经过测试的。另外就是甲板的变化问题，山东舰和辽宁舰都是滑跃式，我军已经习惯了用这种方式起飞，直接换成平直甲板用弹射装置起飞，长时间的训练和测试必不可少。因此海试时间恐怕在1年半甚至2年时间，具体服役可能要到2024年前后了。话又说回来，就目前003型航母的建造进度来说，随着机库断体安装完成，体积上的提升会让整个003更加容易观察到，这是否会对江南造船厂的建造产生一些影响，比如采用更加隐蔽的建造方式，还不得而知。但至少对于我国不少军迷来说，那可就相当于每天都有好消息了。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国为003型航母配置的空警600固定翼舰载预警机已经在去年8月底首飞成功。如果按照003型航母的预估海试服役时间来看，留给空警600的时间还算充裕，理论上来说不至于出现传等机的事情。美国海军新闻网站29日称，观察员今天发现的几张照片显示，未来中国航母舰载机联队的2种关键飞机，新型双发隐形战斗机和空警600舰载预警机，这2种飞机都将从中国未来的003型航母上起飞。报道称，29日开始在网络流传的空警600最新飞行照片，具体是何时拍摄的尚不得而知，但各方消息显示，这是与美国海军最新型 E-2D 高级鹰眼舰载预警机性能相当的中国产品，外形也非常相似。报道称，空警600的实物模型最早于2017年出现在武汉航母测试平台的甲板上，原型机则于2020年首飞。美国动力网站29日称，在中国新型隐形航母舰载机首飞的同时，空警600也进行了飞行测试，并释放了最新照片。报道称，空警600数年前就以实物模型的形式公开过，去年夏天该机原型机开始密集的飞行实验，预计空警600舰载预警机将极大增强航母舰载战斗机的能力。美国福布斯网站称，目前空警600和歼15舰载机的弹射版本正在测试飞行， FC-31的海军版本也已亮相。还有传闻称，中国海军正在研制歼15电子战版本，即歼 15D。 报道称，不难想象，当解放军003型航母未来服役时，这4种新型飞机都将出现在它搭载的舰载机联队名单中。拥有战斗机、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的全新中国海军舰载机联队
队与美国海军同行已经没有什么不同。应该说，航母舰载机的型号谱系完整化，也是未来中国航母与美日凑数的闪电航母的最大差别。受体积和设计限制，无论是由日本出云级直升机母舰，还是由美国2栖攻击舰改装而来的闪电航母，都仅能搭载垂直起降的 F-35B 隐形战斗机，却无法配备其他辅助机型。这等同于在现代战争中失去了战场预警和电磁控制权，因此他们实际上并无法独立作战，只能担任辅助性任务或应对低烈度海战。中国航母未来可期。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